亚利桑那州的夏季就像个大蒸笼般酷热难耐。这一天，我们便开车前往普雷斯科特，一个拥有完美天气、非常适合避暑的度假城市。我们来亚利桑那第一次到湖边，听说这边是避暑胜地，很凉哎。白天只有26、27度而已，可是在亚利桑那的我们住的地方大概已经到38度左右，38度、40度，整整降了10度。然后这边晚上只有16度而已，还蛮凉爽的。那前面也很多人准备要下水去划船。等一下会沿着湖边走一圈，大概2个小时左右。我们现在要去走这个 Goldwater 的 Loop Trail， 我们要环湖走一圈。好，走。哇，这边真的很凉爽，而且步道都在树林里面，都不会晒到太阳，风吹过来还有凉凉的感觉。哇，这个湖面的倒影真的是太美了！我们已经从上面的湖走到下面的湖了。小水鸭，哦，他妈妈在那里啦。他妈妈自顾自的在吃鱼，要在吃鱼耶，老公。可以抓到一只鱼。嗯。位于亚利桑那州中部的金水湖，占地约15英亩。湖的周围环绕着与普雷斯科特国家森林区相连的远足小径。很多人在这里烤肉、野餐、划独木舟或橡皮艇，尽情放松，享受不被打扰的夏日时光。接着，我们开车来到相距不到10分钟车程的普雷斯科特市区。这边是 Prescott 的游客中心。我们到 Prescott 的 downtown 了。哇，这边也是很有古风的小镇。今天刚好是周末，所以有好多人哦，好像刚好有复古车展的样子。两边停了好多很拉风的车子。哇，这些车子都很有年份的感觉，不过都整理得很漂亮。不管是内装啊，还是外观，都维持得很好。也都还挂着车牌，应该都还是可以开上路的。然后啊，还有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就是车主都会坐在车子的旁边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他们就会一直跟你聊他的车子，好像是以车会友。哇，这边古董车都很有特色，而且很特别。然后他还会特地把他们的引擎内装展示给你看，还有写它的历史。全部都是雪佛兰哎！好像警车哦。后面是很有名的一间糖果店，还有冰淇淋店。这边是那个 Whiskey Road 的老街旁边一间很有名的艺术展馆。前面这家是一间很有名的纪念品店，里面有卖很多的东西，我们进去逛逛。
这里以前啊也是很有名的西部牛仔小镇，所以你看这边有好多牛仔的元素，有帽子跟马靴，超帅气。这是以前最著名的那个餐厅，那有一个 Whisky Row 一定要去拍。它门口那个牛仔是他们的那个服务员，对啊。这个沙龙也是很有名，就是以前矿工下了工以后来找乐子的地方，他们都还保留着。这楼上都是以前的声色场所，啊，楼下就是一些餐厅啊。普雷斯科特曾获得美国国家历史文化保护局的赞誉，因为这里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。除了完整保留700多个历史文物登记的建筑物之外，还有许多特色商店，随时都可以感受到历史对这里的洗礼。这个牌楼啊是这边很有名的地标，就在这条小巷子的两边的尽头都各设有一座。这个在地图上面都没有标示出来，我们也是找了好久哦。它就在刚刚广场的旁边，走过来的第一条巷子就到了。这个建筑很美国风，这里有一个很经典的 Prescott Arizona 的一个壁画。很多人都会在这边打卡。走出 Whisky Row 这一条拥有普雷斯科特最古老历史的街道，接着映入眼帘的是一整排鲜艳亚利桑那州旗飘扬的亚瓦派法院大楼。这个法院的历史啊，非常的悠久，从1916年到现在。刚刚这边还有举办选举的演说，现场还有唱美国国歌，然后搭配这一整排的州旗，哇，就很有感觉。普雷斯科特曾是亚利桑那州的第一个官方首都。这一栋亚瓦派法院大楼采新古典主义复兴风格，在1977年也被列入国家史迹名录。来到普雷斯科特，还有一个绝对不能错过的景点，便是有岩石仙境之称的 Watson Lake 沃森湖。这里有一大片空旷的草地啊，看着就很怀念擎天岗。啊，这边就是沃森湖了，哇，真的很漂亮，好像一幅画。而且啊，现在虽然是夏天，这边却感觉很凉爽。前面这里啊是放船下水的地方，哇，湖水很清澈，湖底的浮游生物也一览无遗。前面有很多在石头上休息的水鸭。这边也有3只，很悠闲的在睡觉。前面也有在划船的人，旁边的花岗岩、奇山怪石，风景还蛮漂亮的，有点像约书亚树的风景。
这边的水位落差这么多，以前的水位那么高，哇，现在已经减少很多了，这个颜色落差很明显。我们要开始走 trail， 这是一条环形的步道，全部走完啊，大概是5 迈左右，可以环整个沃森湖一圈。它也可以拆成好几段来走，如果体力不好的话，走其中一小段也可以。我们到了湖的最制高点，这边可以俯瞰整个湖的全貌。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湖只有左侧一点点的湖而已，再继续往前面走，还有另外一片的湖。这边沿路啊都有设置这种纪念椅，刚刚金水湖那边啊也有，上面就会写想悼念的人的名字、生平的时间，还有亲人想对他说的话。沃森湖是水库因灌溉需求建造拦水坝而形成的人工湖，占地面积约380英亩，湛蓝而平静的水域为其最大的特色。沃森湖的周围环绕着巨大的花岗岩石，还有丰富的植物生态。游客可以在这里走步道、骑山地自行车和攀岩，也可以划船垂钓。在这一个通往普雷斯科特国家森林区的门户上，可以尽情探索秀丽的风光。哇，这里有一大群的水鸟，它们都停在湖边休息。刚刚有个牌子写这个区域有珍贵的鸟禽，喜欢拍摄大自然的人啊，一定会超爱这里。这边湖面也有丰富的水藻，他们一定也觉得这边很适合居住，食物的来源也很丰盛。我们现在在走这个华特森湖的这个环湖的路线，然后它每到一个点就会告诉你现在人在哪里。像我们现在人就是在这边，我们从这边绕到这边来了。然后很重要的是，它下面有一个说要跟着这个白点来走，不然很容易会迷路。那你看，沿着这个路就会有这个白点点带我们走，认着白点点走。这里也有一个白点点，就跟着白点点走，就比较不会迷路。哇，你看前面有人在骑越野脚踏车爬山呢，哇，太强了，好厉害哦！哇哦，要酷！现在走到下面的河谷，好，现在我们要过河了。一个平衡石。我们家叶枫加心形。哇，下山了，你看白点都是下山的。我们现在真的在Over Here Point Trail， 我们已经在山顶上最高点。哦，好多人来帮忙哦。我来转方向。哦，转方向。啊，我们终于走出来了。从这边可以看到，前面那边啊就是 Tree House， 然后旁边这边就是 Secret Cave。刚刚走在里面找不到，我现在才看得到。啊，这里风很大，很凉快。这个环湖步道啊，其实不是很好走，我们走了快要4个小时，高高低低的，起伏蛮大的，很考验体力。不过走出来就很有成就感。很赞，还不错。